各位好，我们今天来浅谈一下，假如你是第一次学越南语，那请问一下，你是要学南音好还是学北音好？那我们针对这个议题，我会来做个讨论。那我个人的建议是说，假如你生活在南越，但是呢，你现在是初学者，那你要学习的话，你该学南音还是学北音？我会建议你会学北音。为什么？因为你是初学者。那如果你是一个老手，那我会建议你就学南音。如果你越南已经学了好多年了，那已经有一定的程度发展，那你就是学南音。为什么会这样？主要的原因是因为现在的越南语的文字是以北音下去做主要的定义的。那所以你在发音的过程比较不会产生发音混乱的问题。我们随便举个例子来讲的话，假如说我们讲说去哪里，那在北音叫 li lo， 南音就叫做 li lao。那你在听音打字的时候，你会很不小心的会把它打成 ao， 就是 a r u 这个发音，而不是打成 o u 这个发音。一就会改成就会改成 a 的发音，就会改成这样子，你就会造成你字你会写错，就很容易造成字写错，因为现在的文字主要是按照北音去发展的，主要是北音去定义的。虽然我生活在南越，那我自己也学的是南音，但是我通常会建议你还是要先学北音，才不会打字打错，发音也比较正统一点。而且北音它的发音它是比较生硬的，它还有第二个优点，就是说北音的发音是比较生硬一点，比较硬一点，舌头也会比较硬一点，发音也比较重。那我比较接近我们中文的语调的方式。那北音他们在前腔，因为我们中文在讲话的时候发音都在前腔比较多，然后南越人在讲话都在后腔比较多，都在这个位置，所以你会很不习惯的，就是说他们在发音的过程的时候，你会很不容易把它放到后腔。但是北音北越这边发音，它在前腔的音比较多，而且发音比较重，很接近比较我们中文的语调，所以我会建议你还是先学这个会比较好一点。南音也有很多好处，南音发音比较软，它比较轻松，这是南音的优点。然后那你一定会有一个疑问说，假如我今天学了北音，可是我在南越南越人会不会听得懂？我针对这个疑问，你放心，是比较不会，因为南越人几乎都听得懂北越音。为什么？因为他们只要受过教育的人，他们在小学，他们的发音标准都是按北越音的发音去标准学习的，所以他们只要有上过学的，他们都在学校的教学过程都还是按北音去发音。只是他们的生活习惯是在南越，就像我们在学我们的注音符号，z跟z，虽然我们讲话以我们当地人在讲话，台湾这边在讲话的方式是不会卷舌的，是不会卷舌的，但是我们在学习的过程还是会有卷舌的，在学习就是标准在学习这个字母的发音，在z基本发还是要去做卷舌，这是一个地区性的文化习惯的关系。那希望我们今天的讲话会能够解除你的疑惑。